好的，我们进来了新的世界，现在是天黑啊，我怎么没有皮肤呢？这个我们先不管了，我们赶紧来录一下树啊。由于这个世界呢，我们是自己开了一个服务器啊，那么后期呢可能会玩多人模式，不过第一天呢我们还是自己一个人玩。也许这个服务器我还没有开那个正版验证啊，刚刚我们看了一下难度是普通，我们先砍一棵树。那么这里有一个村庄，前面有光，哇，这太幸运了。有小白，我们先走远一点。那么这个系列呢，打算长期更下去。由于之前呢有很多观众啊，有很多东西不懂，也是小白。我之前的生存系列呢，又一直是处于一个装逼的阶段啊。好，他居然跑过来打我，不行，我们现在不能跟他硬刚，先把他挡起来。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自己给围起来啊，这样就很安全了。看什么看？我们可以把旁边打开，那这样我们可以站在下面给他修脚，对不对？好，我接着说我刚才的那个话题。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打算做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红石设备啊，不光是一些基础的红石啊，后期还会做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玩意啊。总之，各种东西我们都会做到的。所以呢，这个系列会长期更下去，让那些小白啊，教那些小白如何从一个萌新变成一个大佬的这么一个阶段。天快亮了，这边有一只猪啊，我们先来杀一只猪。现在前期呢也需要一些食物，将我们杀完的这些猪肉可以放在炉子里面烤一下。当然我们这边有很多树苗，就可以用树苗来烤。这边的树顶上我们先立一个标志，这样我们就知道出生点在哪里。然后朝着村庄前进。来村庄的第一件事情啊，当然是要去他们家里面来你们家里来借点东西。这里很多食物，我们先把它借走。这样呢，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对不对？我好像还有一样东西忘了借了，这里面把它箱子也借走吧。还有这个床，工作台都借给我吧。Nice。这是谁家？交水费了。哇，好多东西啊！你看什么看？我下次会还给你的。你不信，下次就不还给你了。我们到出生点的这块山上面来做一个小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呢，我们也就不用那么讲究了啊。这个生存呢，就不像我们原版生存要玩的那么酷炫。这个房子呢，我们就随意的做一下。我们把这个地给铲一下，用来铺地板。那么这个房子呢，我已经真的是很随意的在做了，没有那么多讲究。这里玻璃啊，还有墙壁，全都是用木板做的。房子呢，我以前也做过一些教程，但是呢，我建筑真的是随意做的，没有怎么去设计。你敢信这是我随手做的小木屋吗？怎么简直他妈就跟女巫的小木屋一个样。我们要发展科技，就得先下矿去挖一些铁还有红石。我每次下矿都是这么的幸运啊。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废弃矿坑，所以说每次下矿我是多么的欧啊。这边的蜘蛛网啊，也别忘了把它收集一下。自动钓鱼机我们也就预定好了。里面有毒蜘蛛，我们似乎可以以后来改造一下这边的蜘蛛笼子。不过这个蜘蛛笼子应该也没有太大必要改，我们可以做一个水流刷怪塔，效率也比这个要高很多。这边打针线我们来做一下发射器，那么待会呢我们可以拿这个做一个自动杀鸡的装置。我们先来我们家后面来养个鸡吧，先刨一个坑啊！我养鸡呢就喜欢先刨一个坑，然后把鸡都给推到这个坑里面去，这样呢我们连围栏都不用做了。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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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走，伙计们，你们这些鸡儿都给我下去，下去。对，然后我们再给它喂点食，爽。我们这边呢，待会要去做一个钓鱼机，这边先烧一些石头，那么这个石头呢，拿来做这个切石机，那么再拿这个切石机来切这个平滑石头，把它弄成石台阶。好，切完我们再做一个盔甲架，因为我们钓鱼机呢现在需要用一个盔甲架，然后再把这个盔甲架插到这个洞里面去。好，再放一个栅栏跟一个压力板。泼水的话，我们待会再泼，下面要先放一个漏斗和箱子。好，箱子，然后把漏斗戳上去之后再泼一桶水。好，那么这里呢，拿出我们的钓鱼竿，我们就可以愉快的钓鱼了。我们只用对着这个压力板的末端啊，像这样
然后准星同时也要瞄准着这个盔甲架。那么我们准星对着盔甲架的时候呢，我们这右键就会失效。刚刚掉了一个鱼，当这个鱼漂沉下去的时候，这个压力板就弹起来，我们就可以右键正好把它吊起来。如果我们前期没有挖到钻石的情况，想要打开地狱门怎么办？我们这里用浇筑地狱门的方法，这个黑曜石呢？我的水呢？我还得重新去打一桶水来，真是见了鬼。好的，我现在又回来了。这边的水不能够放在那个岩浆的下面，我们只能这样浇。好，把水收起来，这边先挖一个洞，这样的水就会优先流到这个洞里面去。好，只剩最后一块了，我们把水收一下。我的左手在干嘛？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左手。好，做出打火石，点火。我们准备下地狱走一趟。那么我们刚刚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坐标做出的地狱门，穿到这边来呢，地狱里面对应的坐标也是相当的低。那么在这里做出的地狱门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地势很低，那么恶魂呢也就炸不到我们的地狱门，所以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下去很方便的挖岩浆块。我们现在回到家里，把刚刚挖到的石英来做成比较器。那么我们待会做的杀鸡装置呢，就必须是要通过这个比较器来检测容器里面是否有鸡蛋来进行砸蛋的。然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个中继器，2个火把1个红石，把它合成中继器。那么这里呢，我们需要用这个中继器把这个信号延长，然后打上2档。然后用红石把它给接上那么这样呢就可以锁住比较器的信号，从而让它实现有物品就能够让它自动投出。那么这个原理我也就不多讲了，以前的视频我也讲过的。那么这里砸出的小鸡它就会在下面的半砖上面，所以这个小鸡呢它只有半格的身高，长大了之后就会被这个发射器给压死，可以自动的产生肌肉。那么为什么不做一个产熟肌肉的装置呢？那么也是我在网上面看了很多种方案，都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一种设计，所以呢，我就暂时先做一个能够自动产生肌肉的，大不了我们再自己掏点燃料掏点自己的腰包来把这些生肌肉把它给烤熟。然后我们现在也没有那么多蛋，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就只能够通过大量的喂鸡来繁殖这些鸡，让它们生更多的蛋。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或者是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许下一期的节目就会解答你的问题哦。好的，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